1毛5一斤，过秤，爱卖不卖。赵老板，昨天还2毛呢，这咋又砍半了？昨天是昨天，现在满村的蒜苔堆成山，我收你的蒜给你面子了。不信你问问，谁还要？可1毛5，我连抽台的工钱都回不来呀。那是你的事儿，你要不抽台，底下大蒜全捂烂，到时候你连1毛5都没有。卖不卖？不卖我走了。别，卖，我卖。爸，不能卖。振东，你咋这时候回来了？不卖咱家这鸡就完了。1毛5一斤跟白送有啥区别？你别管，我来处理。来个有本事的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蹦跶几天。过2天蒜苔老了，你跪着我1毛都不收。这可咋整？你这孩子，你懂啥呀？爸，你起来。你现在去把村里种蒜的叔伯婶子全叫到咱家门口，我有事宣布。你一个在城里搞直播的，能卖出地里这些东西？我在城里就是干这个的，卖货是我的本事。当年村里供我上学，没有大伙就没有我今天。快去叫人，我有办法。叔伯婶子们，咱村的蒜苔我一个不落全收了，帮大家卖出去。哼，你卖？你在城里是干啥的？卖蒜苔你懂？七爷，我在城里就是干直播运营的，天天卖货，我有渠道。上一个说要帮咱卖蒜苔的，最后赔了20多万，到现在人还在外面躲债呢。就是，年轻人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咱这蒜苔多少年了，哪年不被中张商拿捏？你还能翻了天？娃呀，你爹把你供出去不容易，别回来瞎折腾，再把家底搭进去。各位，当年我考上大学是村里一家一户凑的学费，这份恩情我没忘。现在咱村的蒜苔烂在地里，我不能看着不管。别听他瞎咧咧，我撂句话，谁敢把蒜苔卖给他，以后别想再卖给我。我不收的货，外地贩子更不会收。你不收，我收。你压价，我原价出。各位，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给我7天时间，卖不出去，损失我1分不少赔给大家。7天后蒜苔都成柴火棍了，你拿啥赔？七爷，您就让我试这一回，试不成，我刘振东这辈子不回村见大家。你真要干？七爷那帮老家伙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咱村蒜苔年年被压价，多少年都这样。就是因为年年这样，才得有人改。那你倒是说说，咋改？蒜苔就这玩意儿，再能耐也变不成肉。我问你，咱村蒜苔为啥卖不上价？那还用问？一到5月，全村一块抽塔，家家户户往外涌。你不卖，有人卖，贩子可不就往死里压价？对，扎堆上市，再加上蒜苔不耐放，3、5天就老了，不进冷库根本存不住。咱村有冷库吗？有冷库还用受老赵那气？还有一个，咱只会卖鲜货，人家说多少就多少，一旦卖不掉，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。那你说咋整？2条路。第一，不经过老赵那些中间商，我直接开直播卖，从地头发到消费者手里，把中间差价拿回来。直播？就你城里玩那个？对，我干了好几年运营，这事儿我有底。第二，卖不掉的老一点的蒜苔，咱们做深加工，腌蒜苔，做蒜苔酱，速冻锁鲜，把本来要烂的东西变成能长期卖的货。你还真琢磨出道道了。你帮不帮我？废话，从小你打架我就递鞭头。说吧，先从哪干？明天一早，你帮我去各家各户登记数量，我去弄直播设备。咱先拿我家的蒜苔试水。家人们，今天带你们看个好东西，这蒜苔刚从地里拔出来，脆的能当乐器。来，听个响。这味道，大地的气息，农民的血汗，米其林看了都得跪。家人们，冲不冲？冲！上链接。这人谁呀？说话怪有意思的。振东请的大 V， 好几百万粉丝呢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振东，没动静啊？再等等。不是说能卖吗？咋没人买？我就说嘛，网上那些都是虚的。振东，
我还以为请了什么大人物呢，搞半天就是请了一堆不三不四的网红在这耍猴。刘振东，你爹种一辈子地供你读书，你就这么糟蹋钱？这号人我在城里见多了，嘴上跑火车，真卖货一个没有，还人脉老板，就这。振东，你快看后台，又怎么了？爆了，3000单，刚才系统卡了，链接没显示，现在全涌进来了，1分钟加了5000单。这也行？真卖出去了？振东，这才10分钟啊！还真卖出去了，不会是刷的吧？兄弟，我说句实在话，你这蒜苔新鲜归新鲜，但就这么裸着发，路上2天就蔫了。你得上真空包装，锁鲜又卫生，看着也像回事儿。还有啊，你光卖蒜苔，销售面太窄了，想想办法做成零食，蒜苔脆、蒜苔酱，开袋即食那种。年轻人图方便，零食赛道比农产品大好几10倍。真空包装成本高不少吧？高不了几块钱，但你卖相上去，价格翻1倍都有人买。你说的对，大壮，咋了？明天你跟我去镇上看看有没有闲置厂房，要厂房干啥？盘下来做加工。听说你这2天挺忙，开直播搞网红，折腾的挺欢啊。有事说事儿。我看了，卖了多少？800单、1000单，撑死了5000斤吧，够干什么的？我这车一趟拉15000斤，你折腾3、4天，还不够我挑剩下的多。兄弟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你能给村民办事儿，说实话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但你也得看清现实，你们村今年100多万斤蒜苔，你那点销量，杯水车薪。听哥一句劝，低头吧。你现在收手，把手里那些单子退了，该赔的赔点，剩下的蒜苔我按2毛全收了。我给你留面子，你也别让自己下不来台。2毛？2毛够可以了。你是聪明人，你自己算算，冷矿在哪儿？加工厂在哪儿？你那几万块钱砸进去，连个水花都建不起来。拖下去，你家的蒜苔照样烂地里，你拿什么跟乡亲们交代？振东，要不咱就算了吧。你为村里做的，大伙都看在眼里，但人是斗不过天的。你再想想，我明天这个时候还来，过了明天2毛都没了。叔伯婶子们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老蒜苔3毛5一斤，统统一律按这个价收。振东，这蒜苔都老了，你收去做啥？婶儿，老了不怕，做腌蒜苔、蒜苔酱、速冻锁鲜，照样能卖。您这车多少斤？王婶儿，230斤，80块05毛，您拿好。振东，供销商才给1毛5，你这3毛5，你这不是往里赔钱吗？婶儿，您别管赔不赔，您辛苦种的就不能烂在地里。振东啊，叔给你说个事儿，你这价太高了，叔心里不踏实，要不你给2毛就行了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李叔，说好3毛5就3毛5，一分不少。小子，你听我说，当年你上大学，全村凑钱那是应该的，你念书争气，我们都高兴。但现在不一样，你这是在做买卖，万一赔了，你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心里咋过得去？姐，我替大伙做主了，从现在起，卖给你的蒜苔统一按2毛1斤算，多1分都不要。对，2毛就行。你小时候饿了跑来我家，1碗面条不就吃了？现在还能看你吃亏？就是，你爸那会儿穷，你满村串着吃饭，谁家没给你盛过饭？你现在有出息了，想着回报，我们领了，但不能让你拿命往里填。振东，你要是不答应，这蒜苔我们不卖了。振东，听大伙的吧。各位叔伯婶子，当年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刘振东今天。这份恩情，
我这辈子都还不完。但今天这事不一样，我说3毛5收，就是3毛5收。你这孩子咋不听劝呢？七爷，大伙儿听我说，办厂租冷库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有风险我一个人扛，赔了我刘振东砸锅卖铁还，绝不拖落任何人。但你们该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，3毛5，一分不能少。干收菜20年，头一回见卖菜的求着降价，收菜的硬要给高价。你小子是个汉子，我老赵服了。各位，从今天起，只要是咱村的蒜台，不管老的嫩的，我全收。腌蒜台、蒜台酱速冻锁鲜，生产线3天内开工。我说到做到。别愣着了，下一个过秤。家人们，这是我兄弟刘振东的厂子做的蒜台酱，纯天然无添加，拌饭拌面绝了！链接在左下角，冲！不对劲儿啊，兄弟！我带了这么多年货，没遇到过这么冷的厂。才卖了20几单，我看这包装挺好啊，绿油油的，多实在。20几单都算多的，我这边3个大 V 同时推，总订单不到100单。没事，振东，刚起步，慢慢来。咱这酱我吃过，香着呢。3天了，总共不到300单。村里还有几10万斤蒜台在冷库里堆着。我就说吧，一个种地的非要去当生意人，这下好了，东西做出来没人要。小声点，人家听见了。听见咋了？我说错了，几10万斤蒜台全砸手里了，我看他拿啥还银行贷款？你给我闭嘴！振东做这些是为了谁？为了他自己吗？你家的蒜台是谁收的？谁给你3毛5一斤的？恩将仇报的东西！振东，没事儿啊，赔了就赔了，妈还有几亩地，饿不着。你妈说的对，庄稼人不怕从头再来。爸妈，我吃饱了。振东，老赵刚才来了一趟，在村口站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：“老天爷不饶人。”说咱这酱味道没问题啊，咋就没人买呢？大壮，你把瓶子给我。咋了？这包装绿底黄字儿，旁边画出大蒜，看着像20年前的小卖部货。供销社咋了？咱农村人不就认这个吗？问题就在这儿，咱这东西不是卖给村里大爷大妈的，他们不上网，网上买的都是年轻人。年轻人那咋整？你记不记得咱之前直播的时候，评论区都在刷什么？刷你要蒜台不？还有那个小猫咪抽人的表情包。对，梗，咱的蒜台已经有梗了，但包装上一个梗都没有。年轻人买的是好玩，是情绪，不是一瓶普通的酱。你看这个，主品牌就叫蒜了台香了，然后每个口味加后缀：蒜了台香了馋，蒜了台香了累，蒜了台香了美，蒜了台香了丑。每一种心情配一款口味。算了，台香了，这名字咋怪怪的？怪就对了，越怪年轻人越买。哦，我懂了，就跟那个你要蒜台不一样，念着好玩。家人们，断货了，真的断货了！我刚说完，蒜了台香了馋，5分钟就没了；蒜了台香了累也没了。你们是来进货的还是来抢货的？振东，12万单，12万单，咱们3天干了12万单。我到现在也没整明白，不就是改了个名吗？包好了，来，跟家人们说2句。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认识酸了台香了这个牌子，我会继续做下去，让更多人吃到咱村的好东西。家人们看到没有，这就是老板。振东，你们这个蒜了台香了系列，我超市愿意给2个端茶，先签3个月，预防5000瓶，能接吗？能，生产线已经扩到2班倒了，5000瓶没问题。我们平台上周帮你推了蒜台酱和腌蒜台，复购率37%，远超平均线。下周我们上大蒜和酱菜，你备货够不够？
够。村里大蒜刚收上来，质量你放心。小刘总，我老周跑了20多年供应链，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就把产品品牌渠道一把抓的，没见过几个。你厉害，我是真心佩服，真心佩服。不是过奖，我跟你合作不单是因为你这酱好吃，更是冲你这个人年少有为，不骄不躁，把村里老老少少都拢到一块做事，这本事比做一瓶酱难多了。好好干，将来你盘子做大了，我老周第一个给你铺路。振东，婶儿这月卖蒜苔加在厂里打包，挣了8000块，8000块呀！往年1年到头才挣多少？你婶夫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拉扯孩子，要不是你，婶儿别哭，日子好起来了，该笑。我家大蒜卖出去了，价格是去年的2倍。你七爷说的对，你这孩子是咱村的福星。我跟你说，昨天你叔我头一回给媳妇儿买了个金戒指，他哭了一宿。振东，你还记得我不？去年我家蒜苔全烂地里，我差点去南方打工。现在我在厂里管一条生产线，1个月5000块。我媳妇儿说我走路都带风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专门测评咱蒜了苔香了，说比老实多还下饭。弹幕里全在刷你要蒜苔不？振东，以前我家没男人干活，蒜苔年年被老赵压价。今年你统一收，我算了算，纯派多了2万多，2万多啊！我给孩子报了补习班，他成绩上去了。振东，你是我的恩人。振东哥，我以前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才回村，现在我跟我爸说我要跟你干，我爸骂我没出息，我说跟着振东哥才有出息。大壮，你们这个振东了不得！我见过多少创业者，像他这样能让全村人真心实意拥护的，头一个。这小孩将来必成大器。那可不，我从小就知道他行。行了行了，一个个的都快把振东夸上天了。我就说一句，当年我就说了，振东这孩子行。七爷，你当年可说他疯了。我说的是反话，你们听不出来？我这叫战略性批评。他娘，你看见没？你看见没？振东，我想跟你谈谈。赵老板，什么事儿？我干了20年收菜，服了。你那套直播加工品牌的东西我学不来，但我手里有渠道、有车、有人，你能不能让我加盟？我不压价了，我想跟着你干。以后我老赵不叫黑心赵了，叫良心赵。欢迎。你看看，连敌人都收编了。这年轻人，振东，别鼓掌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蒜苔园那个偷蒜苔游戏，今天来了3、4千人，咱那8个 NPC 根本拦不住。说重点，那些外地游客没有采摘经验，不走垄沟，满田乱采。李大发家的2亩蒜地被采得跟平地一样，王婶家东边那块地也废了，还有刘寡妇家的、张叔家的，大大小小10几家都遭了殃。现在人全堵在园门口，闹着要说法，有几个游客还跟村民吵起来了。啥？我家那块蒜地可是今年新种的，那是我家唯一一块好地呀！走，都去看看，我倒要看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。避雷，蒜苔园千万别来，人挤人，排队2小时，下地5分钟就被赶出来，没地方停车，车停到3公里外走过来的。NPC 就几个，根本抓不到人，体验极渣，踩了村民的菜地还被骂，再也不来了。完了，网上全在骂，抖音话题从热搜第8掉到50名开外，全是负面。振东，我这边能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你得自己想办法。我知道了，谢了兄弟。振东，咱是不是完了？好不容易把牌子做起来，好不容易让全村人过了几天好日子，这才刚有点起色呀，老天爷是不是就看不得咱好？你说话呀，振东！大壮，你说咱为什么爆雷？人太多了呗，咱那破地方连个像样的停车场都没有，就几亩菜地，能装下几个人？对，那如果咱把人装下呢？啥意思？你看村东头这片荒地20多亩，一直闲着，村西头还有一片，加起来将近50亩，咱把它全拿下来。拿下来干啥？扩建，
修停车场，铺水泥路，建游客中心，搭几个大棚餐厅，算台员改成固定的，分采摘区、游戏区、休息区、餐饮区 ，NPC 翻倍，搞成正规剧本杀那种。你这是要建游乐园啊？对，农家乐游乐园，咱有流量，有品牌，有故事，有梗，差的就是场地和硬件，把短板补齐了，谁能跟咱比？可这得多少钱啊？拉投资，周老板走的时候留了名片，他说过我盘子做大了，他第一个铺路。明天一早我去找他。任东，你是认真的？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？行，反正是死是活，我都跟你干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不会从头再来的，这一把咱玩大的。振东，不瞒你说，你那农家乐游乐园的规划我看了，挺像样。但是周叔，您直说。我跟你说过，你盘子做大了，我第一个铺路，但那是铺路，不是让我直接盖路啊。你这项目一期就得200-300万，我虽然是做供应链的，可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得对股东负责，对吧？周叔，我明白，那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。哎，你别急，坐下坐下，菜还没吃完呢。爸，我那边应酬刚结束，过来蹭一口。婉清来的正好，这是我跟你说过的刘振东，做算了台香了那个年轻人，他要拉投资搞农家乐游乐园，我是真看好他这个人，但这钱我下不了决心。所以你现在的局面是线上品牌火了，线下体验崩了，你用投资把体验端补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有个方案，我爸犹豫，我不犹豫。婉清，爸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们投你一笔钱，不多，80万，够你先把停车场和基础设施做起来，但不是白投。我们签一个对赌协议，什么条件？半年之内，你的农家乐项目必须实现盈利，盈利了，这80万正式转成投资款，我们占你15%的股份。婉清，你这条件太狠了吧？爸，做生意不是做慈善，他要真有能力，半年就能见分晓；没能力，早点退出也不算坏事。你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我签。不犹豫。半年前我回村的时候，全村人都说我疯了。现在我的酱卖到了全国，半年够了。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不是合作愉快，是半年后，我请你来我的游乐园剪彩。行吧，你们年轻人胆子大，我老了，跟不上了。刘总，听说您个人投资了300多万建这个农家乐游乐园，很多人说您是在赌，您怎么看？是不是赌？半年后大家再看。可是网上现在一半人在夸，一半人在等您爆雷，热搜挂着呢。杭酸台乐园开业，阅读量8000万，但大部分人都在说看能撑几天。振东，门口就来了不到200人，跟预想的差太多了。我知道，先撑着。刘振东，你上头条了，不是花钱买的那种。昔日直播运营总监回乡创业，放弃100万年薪只为报恩，这谁写的？我什么时候放弃100万年薪了？还有这篇，全村凑钱供他上大学，10年后他还给全村一个产业，你自己看看。还有这篇，从蒜台滞销到年入1000万，这个年轻人做了什么？谁把这些翻出来的？我没跟任何记者说过这些事儿。我做的。你？开业那天来的记者都是我请的，我让他们别只盯着投资多少钱，建了什么，去村里转转，找七爷聊聊，找王婶聊聊，找老赵聊聊。你知道七爷对着镜头说了什么吗？他说，振东这孩子当年全村凑钱供他上学，现在他把全村人扛在肩上。这段视频单条播放量破了2亿。我欣赏你，刘振东。欣赏你不是因为你做大了生意，是因为你没有忘记本分。但我做这些不只是为了帮你，我也是向你和所有人证明，我周婉清不只是周老板的女儿，我有我的判断，我的眼光，我的手段。谢谢。谢什么？谢你让我上了头条，也谢你让我知道，这世上还有人懂我在做什么。京城合作。
京城合作。门口堵了，来了好几百人，还有旅游大巴3辆。什么？你自己看，你那个报道出来以后，全网都在转，评论区全在说这样的老板活该他赚钱，周末就去蒜台乐园支持，还有人说要带全家来。走，出去看看。振东，停车场不够用了，赶紧想办法。你看，6个月的赌基可能用不了那么久。我赌对了。振东，你这次不光救了急，还给咱村挣了脸面，我代表村委谢谢你。李书记，谢字先收着，但今天叫大家来不是为了听表扬，我想说说明年的事儿。明年咋了？今年卖得好，明年多种点呗。七爷，不能多种，为啥？今年你那个酱卖断货，蒜台还不够用呢。大家看，咱村现在80%的蒜台集中在5月15到25这10天上市。今年我是收了，但每年都这样扎堆，早晚还要出事儿。今年有直播，有加工，有游乐园，明年呢？万一哪一环断了呢？振东说的对，今年是侥幸。那你说咋整？我请了省农科院的专家帮咱规划3件事儿。第一，调整品种。早熟品种占30%，4月底上市；中熟品种占40%，5月中旬上市；晚熟品种占30%，6月上旬上市。错开20天到1个月，就不会一窝蜂往外涌。那万一哪个品种不好卖呢？第二，建立产销预警机制。我这边每个月出一次市场预测，哪个品种行情好，哪个品种供大于求，提前3个月告诉大伙儿，你们按预测调整种植面积。这法子好，科学种田。那第三呢？第三，我跟周婉清那边签了长期协议，不管市场行情怎么变，咱村的大蒜和蒜材统一按保底价收购，上不封顶，下有兜底。保底价就是不管外面跌成啥样，你都按这个价收。对，但我也有条件，大伙儿必须按我的种植标准来，不能用违禁农药，不能以次充好。振东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第一个签。行了，我也签。这小子把路都铺到跟前了，咱再不跟上，那就是不识好歹。李书记，还有一个事儿，你说，我想在村里建一个产销信息站，每天更新市场价、全国主产区动态，由大壮负责，他脑子活，天天在网上盯着。我能行吗？你不行也得行，回头我给你培训。行，村委出地方，振东出技术，大伙儿出力气，咱村不能再靠天吃饭了。我活了70多年，头一回觉得种地不丢人。振东，你给咱村改的不是1年的收成，是祖祖辈辈的根。七爷，您这句话比我赚多少钱都重。振东，听说下周公司就要敲钟上市了。当年你蹲在这儿捡烂蒜台的时候，想过有今天吗？没想过，那时候就想着别让大伙的汗白流。我今年83了，7年前你说要帮全村卖蒜台，我骂你瞎逞能。现在想想，是我老了，眼瞎。七爷，当年不是您眼瞎，是这条路没人走过，换了谁都不敢信。行了，别给我戴高帽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挣了那么多钱，为啥还把厂子搁在村里？城里不好吗？七爷，我回来那天就说过，咱村的农副产品不能只烂在地里，不能只被中间商压价，要走出去，要让城里人吃上咱的东西，要让种地的人挺起腰板。现在挺起来了，你刚才没看见村口那个新立的牌子，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基地，咱村出名了。大壮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老赵说咱们蹦跶不了几天？你看现在。记得，老赵现在不是咱的片区经理吗？上个月开会，他比谁都积极。孩子，你让咱这辈老农民知道了一件事儿：种地不丢人，种好了比啥都强。七爷，这句话我记一辈子。振东，上市那天
你打算说点啥？就说一句：农民流汗不流血，好东西卖到全国。